大家好，我是宁。这支影片呢，要来针对风象星座水瓶、天秤、双子的2025年上半年整体的运势呢，来做一个分析。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可以赶快订阅哦。那我们就先从水瓶座开始。其实水瓶座呢，你在你现在的这个工作上呢，我觉得你应该都还蛮有把握的，你都做得挺好的，就是这是你的领域。然后呢，你有在观察大家，而且你很认真、很仔细的在观察。那你在观察什么呢？你可能在想说，这个公司这个产业是不是你 OK 的？我相信你应该在这个地方有一阵子了，你并不是很新的人。对，那你开始在思考说这个地方到底能带给你什么？这个地方它能够撑多久？这个公司它能够给你一些什么其他的不一样的体验吗？你有在想这件事情？但当然，水瓶座对于工作它的人际关系本身就还蛮会掌控的，就是蛮人见人爱的，在职场上面大家都很乐意就是和你合作、和你搭档，所以其实，在工作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需要注意，就只是你在想说，这个公司，这个产业到底对你来讲，人生有什么意义？就是你开始会有思考这样子的想法，但你当然也是不太会做出什么太巨大的改变啦，离职啊，或者是转职，应该都不太可能，就可能还会再想一下，这是上半年的工作的状态。那在感情上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感情上呢，你可能也是会有一些比较剧烈的变化。这个剧烈的变化有可能是你内心的，有可能是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有可能是你跟暧昧对象的一些改变。但是基本上呢，你都还是很想要在这个剧烈的改变之中找到一丝就是你还可以掌控的地方。对，然后你会想要，你或者是你会觉得这个对象他变得遥不可及，人生的思想、他的观念跟你可能差很远，这就是你跟这个不管是暧昧对象，或者是已经是一个稳定关系的人，都会有一个类似的状况，就是你会突然觉得这个人好陌生，你会突然觉得他跟你认识的不是同一个人。那当然你们的关系的不会有太巨大的，比如说生变，就是不会，你还是会跟这个人有保持联系，还是会跟这个人有一定程度的联络，但你们的过去的感情都还是有的，都还是有，都还是深的，只是在上半年的时候会不会有些剧烈的变动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剧烈的变动可能是你内心的，或是他的内心，可能在表面上大家都是跟平常一样，可是搞不好你内心可能会对于这一段关系或者这个人有一个，或是你自己对于感情的想法会有一些新的见解、新的想法都是有可能的。但基本上呢，因为水瓶座本身就是一个无法预测的人呐、就是有可能你今天对于感情的想法是这样，你明天的感情的想法你又改了，后天又不一样，每天都不一样，所以其实搞不好，你的暧昧对象也非常困扰跟你相处这件事情，搞不好你的暧昧对象也会觉得他无法猜测你，他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因为你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都有可能。所以其实，在感情上面，它会比工作上更来的复杂，是因为工作你就是必须要在那个时间之内去完成，在那个时间出现。可是感情没有，感情就是人和人的相处。我们来看天使给水瓶座什么样子的建议。好，他说the best is yet to be。所以其实呢，就是最棒的事情、最好的事情、最棒的结果都还没有真正的展现，都还需要一点时间。所以你是有耐心的人吗？你要可以先想一下这件事情。因为表面上你看到眼前的，不管是工作或者是感情的障碍或阻碍，有可能它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机会，让你可以去思考。但真正好的、真正美好的、真正的成功，它还在后面，所以有可能等到下半年度的时候，水瓶座呢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展现，不管是在工作上跟恋爱上。所以其实不用太过度的焦虑，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做好我们能够做好的事情，该工作就好好工作，该维持感情的就维持。那剩下的就是太剧烈的变化，或者是想要什么得到什么样的成功，我们可以等到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再来细细的讨论。好，那以上呢就是针对水瓶座2025上半年的工作，还有感情，还有我们天使的建议。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介绍天秤座在2025上半年的工作、感情的运势的建议。
那我们首先呢，就先来看工作方面，感觉不错啊，就是走到了一个你不错的领域、不错的公司，然后钱也蛮多的，然后非常的吸引你，然后你也很认真的在做，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可怕的啦。但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可能就是这个逆位的恶魔呢，会让我想到，搞不好公司并不是在做什么很光明正大的事情。有没有可能它是一个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地带？好，这可能是我们的天秤座要去思考的事情，就是它可能是合法的，它可能是无法可管的。这个你正在做的这件事情，你正在做的这个职务，它是有一点尴尬的。但也不能说他错，但也不能说他完全的是良善，就是有点尴尬，所以这有点就是看你。可是我感觉你应该还蛮 OK 的，就是过得去就好，就是你内心过得去就好，就不用管什么其他道不道德，就是你觉得 OK 就 OK。那在钱的方面啊，跟人际关系上面，我觉得也都非常的棒。就只是这个产业或者这个职务，或者是老板交代你的事情，有可能是你内心会觉得有点尴尬的。那其实我觉得你只要调试好就好啦，就是当然是那种真正犯法的事情就不要做，真正的是触及法律的事情就真的完全的绝对不要碰。但是如果你是就是这件事情是行内的那叫什么行规的话，或者是不成文的规定的话，那你就还是要稍微就是理解，然后消化它一下。那对于天秤座的感情，我们来看一下。你好幸运哦，都有恋人呢。好，感情上面呢，我觉得你就是有点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不管你现在是已经有一个恋爱的关系，还是你正在找对象，其实呢，你是很认真的，然后你也一直都有不错的选择，然后你也一直都，或者是你一直都在一个不错的感情的关系之中，但是就是那个但是，你会想要退缩，你会觉得当这个人不理你的时候，你心里很焦急，你想要他注意你。可是当这个人回你的时候，他理你的时候，你又觉得他很烦，怎样？是什么？就是你有一个矛盾的感觉，你有一个又想要期待，可是你又怕受伤害的心情。可是当别人如果很主动的时候，你又想要逃走。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基本上你要有什么好的对象、好的机会，一定都有，都是不可能没有。可是就在于你的心情，就是你到底是想要跟这个人好好的继续下去，还是你真的只是想要玩玩就好？你只是想要就是当下，你是活在当下。我觉得你真的要先想清楚，因为你不仅这样子让你自己很痛苦、很困扰，你也让对方感到很疑惑，对吧？所以你要先思考一下对于感情的这件事情，你非常的认真在经营没有错，可是你又想要躲起来，为什么 ？Why？你要去想这件事情，然后好的机会是一定会有，所以你如果下定决心了，就要好好的把握，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那我们来看一下天使的建议。好，他说 time out。所以其实你可能搞不好前面之前有一些感情上面的挫折，或者是感情上面的很累的、疲惫的事情你还没有解决，所以难怪你会对于感情啊，或者是工作上面会有一个退缩，你会想要关起来，你不想让别人，你会不想要亮相，你会想要躲起来。你可能前面会有，你可能是因为前面有一些伤痛，或者是有一些状况你还没有处理完。天使呢建议你说，你要真的是要休息，这休息呢是要让你的内心感到放松的，是要让你的内心呢是真的有一个据点，或者是有一个据点终结这件事情。就是你的那个休息是要有意义的，然后你是会需要去把这个好好的让你的精神、身体都养精蓄锐，重新开始。对，你现在需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天使觉得你在2025的上半年，你会需要有一些有意义的休息。那这个有意义的休息，并不是就是很累的那种，去日本购物，然后5天4夜，然后累得要死，不是那种，是你真的要放下心来，放慢脚步，然后仔细聆听你的内心，然后仔细思考到底工作上面还有感情上面的意义到底对你来说是什么。所以你必须要好好的有一个休息，这个休息是
不是那种就是出国然后累得要死那种休息，不是，是你真的需要好好的冷静下来，然后好好的思考，好好的不要被外界干扰，然后好好的有一个自己的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这就是给我们天秤座的2025年上半年的建议。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针对双子座在2025上半年的工作还有感情的建议。那我们就先来看工作审判，我们来看他审判些什么齁。那我们就抽这张。哦，你有一点固步自封，有点没有信心。好，其实呢，在工作上面呢，你是想要掌控一切的，你是想要当那个分配的人，当那个头头。但是呢，你又会有一点觉得你那种三明治，就是上面有更大的老板，然后你下面又有年轻的员工，所以你其实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在这之中扮演一个非常良好的角色。这的确也非常的难。我毕竟不是什么企业大师，所以我没有办法教你如何当那个三明治。但是呢，我可以从这里面看出来，你非常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很紧张，你不知道如何踏出第一步。但是其实大家都非常相信你，你在人际关系上面，大家也都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你的人际关系，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你在工作能力上面呢，也是挺不错的，也是很有把握的。所以其实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起头的时候，你不必那么的绑手绑脚，你不必那么的像这里就非常的绑手绑脚，你不用那么的在意别人的眼光，就是你觉得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可以问别人的意见，你可以跟别人讨论，但是你不用什么事情都不敢踏出那一步。没有人天生下来就会当老板，没有人天生下来就会这些东西的，没有人。所以从头开始，然后勇敢的踏出去，我觉得是塔罗牌想要建议你在2025年上半年工作的一个建议。那我们来看感情，感情也是有一点，感情的前期呢，上半年的前期可能3-4月之前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会有一些，不管你是在已经有一段关系，或者是你正在找暧昧的对象，正在认识新对象，其实你都还是会有一种没有那么有自信，然后如果对方什么已读你，或者是没回你，你就会马上把这个人拒绝，马上把这个人叉。对，你就会有一点想要否定这个人，或是甚至会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够好，就是会有一些没必要的内耗。好，所以其实塔罗牌要建议你的事情啊，是在感情的这个事情，到底对于双子座的你来说是什么样子的一回事？就是你到底只是想要找一个聊天的对象、吃饭的对象，还是你是想要走长远的关系？你要想清楚，因为呢，你对于感情可能有一个非常棒的模板，你会觉得感情这件事情就应该要怎样，可是其实每一个人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你的前任是可以配合你做某些事情，可是你现在新的现任，你可能他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而且尤其双子座，你会非常喜欢新鲜的事情，你会非常喜欢学习，只要有新事情对你来说，你就会觉得好有趣，然后我要去征服，我要去拿下，但这个对你来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有可能你只是这是你的天性，所以你总是做这样子的决定，但对你来讲，你的人生整体的意义真的是有帮助的吗？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好，但是呢，在上半年到下半年的那个中间，可能是5-6月那时候，你会渐入佳境的，你会越来越好的，你会有收获的。所以对于感情的这件事情，前期都还在撞墙，都还在不知道在干嘛，但是中后期在5-6月那时候，你会有一个不错的进展，你会有一个不错的收获。这个进展有可能是你终于知道哦，原来感情是怎样，你终于找到原来跟我志意相投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就是你会有一个新的领悟跟学习。那我们来看，天使卡给你的建议 ，release。好，他说你要释放，所以你一定是对于就是感情啊，或者是工作的事情，你非常的有压力，搞不好就是看到身旁的人都有男女朋友，然后你内心就觉得很焦虑，有可能。好，但是他说 release， 所以就是你要把那些没有必要的偏见、社会框架，然后那些没有用的期待、别人对你的想象全部都丢掉，那不是你要去在乎的事情。你要去在乎的事情应该是到底感情、工作对你来讲到底是什么？比如说
你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到底哪一些事情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哪一些事情才是对你来讲是有帮助的，这个是你要去想的。所以他说你要用正向，你要用积极的方式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边指的释放呢，并不是就回家耍废10天，不是这种，是你要去让你的过去的有某些伤痛，你要打开它，不管你是开心、难过、生气，或者是各种情绪，你要让它表现出来。表现出来的方式有非常多种，有很多抒压的方式，不管你是运动、瑜伽、身心灵、去庙都可以，就是任何的方式，你要找到一个方式，让你的内心的这些不舒服，让它打开，让它宣泄出来。你之后你才会知道原来打开放轻松之后的感觉是什么。不然你如果永远都处在于那个紧张、焦虑，然后很害怕，然后噩梦的这个情况，你很难去做别的更好的事情。你整天顾这些情绪，你就结束了。所以他叫你要好好的释放出来，你要好好的把这些你没有必要承受的事情，让它就是结束，然后让它离开，让这些不开心的情绪、不开心的身体的状况都让它离开，然后有一个很全新的身心再去做这件事情。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占卜塔罗牌要给双子座2025年上半年的建议。你一定会更好的，不管是任何星座都是一样，但是你们要仔细的回去思考，仔细的想想，然后到底什么东西对你们来说是重要的，然后该休息的，该按暂停的，该去学习的，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好，所以我们的2025呢，一定会更好的。好，那以上呢就是针对风象星座的2025上半年的建议。那我们就下次见。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请帮我按个喜欢，然后留言，然后帮我订阅。拜拜。